白总管，太要见你。将陈夫人送到白小纯身边后，陈海赶紧后退，心底对于白小纯的大胆很是羡慕。那女子，她也是我见犹怜啊。白小纯一听傻眼了，转头看向陈夫人，张开口正要说些什么，可陈夫人却抬起琴手，目中带着坚定与果断，缓缓说道：“多谢大人，使妾身脱离苦海。可妾身有一个请求，希望大人能同意。”白小纯一怔，看了看陈夫人后，虽对方话语如此，可他内心还是有些愧疚，点了点头：“你说吧，只要我能做到，我可以考虑。还请大人帮我杀了陈世山。”陈夫人咬牙切齿，一字一顿的开口，说完后长舒了一口气：“陈世山正是陈家族长。”什么？白小纯睁大了眼，看着陈夫人，有些吃惊。这一幕与他所想的有些不大一样。陈世山此人心胸狭隘，性格残暴，以活鹰炼宝，人神共愤，更是为了能完美驾驭此宝，不惜将我与他的骨肉炼成主魂，我无力阻挡，悲愤至今，对他已彻底心寒。今日大人将我带走，对妾身来说是我梦寐以求的解脱，所以我不恨大人，甚至心中感激更多。而大人位高权重，未来更是不可限量，按照道理不会对我生出兴趣，败坏名声，所以想必一定有苦衷与用意。而妾身这里可以保证，未来一切不管所处何地，地位如何，也都尊敬大人，听从大人。陈夫人轻声低语，可这言辞中透出的睿智与果断，似有着一丝莫名的力量，让白小纯动容，认真地看了陈夫人一眼。说心里话，对于那以10万活鹰炼宝、天地不容的陈家族长，若有可能，白小纯也不愿放过。尤其是现在听说竟然以自己骨肉炼宝，已经是禽兽不如了，与白家族长没什么区别。白小纯沉默片刻后，他抬头向远处的陈海传音。陈海一愣，深深地看了看白小纯后，转身离去。不多时归来后，他的手中多出一个头颅，正是陈家族长。这头颅的目中带着无法置信，更有不甘心，似直至死亡。他都无法理解，为何白浩居然还敢杀自己。看着陈家族长的头颅，陈夫人顿时情绪异常激动，胸口剧烈起伏着，却又不停深呼吸，努力平复着，向着白小纯弯腰，深深拜下。白小纯身为巨鬼城大总管，他的一举一动都被无数人注视，尤其是这一次，他带着陈海以及那数万魂修杀气腾腾的出了巨鬼城，明显是举起了刀，冲着3大家族去的。所以关注他的人就更多了。蔡家的消息在白小纯离开不久便传遍巨鬼城，更不用说是陈家了。在白小纯走后没有多久，整个巨鬼城内各方势力很快的就得到了白小纯在陈家所做之事的消息，甚至连陈家族长的死亡也都瞬间就被各方知晓。几乎所有人在看到陈家内发生的这一切的记录后，一个个都面色变化，眼睛内露出不可思议。渐渐的，纷纷议论之声在这巨鬼城内很多区域都失声传出。什么？抢夺了陈夫人？哇，这白浩居然有这种嗜好，他竟看上了陈世山的夫人。我听说过那位陈夫人，据说是国色天香，更是具备少见的腐朽体质啊，实在是无法描述了。这白浩也太大胆了，抢夺别人之妻也就罢了，居然还杀了陈世山！惊呼之声四起，连带着这八卦消息很快的传遍巨鬼城。不多时，几乎所有消息灵通之辈就都听说了这件事情，一个个神色惊异中更有古怪的血浪揶揄。一时之间，谣言四起。在这众多的说法里，白小纯除了已经被认定心狠手辣、六亲不认之外，更是被冠以喜欢他人之妻的名声。这一谣言也自然地传到了巨鬼王的耳中。巨鬼王面色阴沉，可内心却火热起来。看向陈家的方向时，他的目中有赞赏之意一闪而过。而那位陈夫人也早就被白小纯安排身边修士送到了巨鬼城内。此刻他面色阴冷，带着数万魂修，直奔3大家族中的最后一家白家而去。一路上，陈海在白小纯身边，不时目光在白小纯身上扫过，心底的敬佩极多。尤其是想到这白浩竟然有这种嗜好，更是让他觉得大开眼界。这种事情敢于如此明目张胆，可见这白总管眼下的权势滔天啊！于是暗自琢磨，以后与白浩接触，有了投其所好的方法。周一星也是神色藏着古怪，可却不敢开口，
不过脑海里也在琢磨自己身为跟随者，看来以后要多多留意别人家的夫人。他们二人的神情，白小纯岂能不知道？可他心里委屈又无奈，偏偏这件事还没法解释，他只能在心中长叹一声。心烦之下，目光看向白家所在方向时，他的目中渐渐起了寒芒。与白家从最开始直至如今，那一幕幕纠葛的画面在白小纯脑海里浮现出来，最终所有的画面都消失。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了一个靠在大树下的面色苍白的身影。白浩白小纯心底喃喃，天人魂也好，恩怨也罢，这一切皆是因果纠葛，而他也要为自己的徒儿要一个说法。而如今这个时刻终于到来了。呼啸之声传遍苍穹，数万身影化作一道道长虹，距离白家越来越近，形成的肃杀之意也如黑云压顶一样翻滚中，仿佛要碾碎一切。而此刻的白家人心惶惶，很多族人都仓皇悲切。与陈家和蔡家不一样，白家的嫡系族人明白，他们与白浩之间才是生死大仇。不过也并非所有白家族人都这样，那些支脉族人一个个虽也紧张，但却大都并没有过于忐忑。首先，他们不是嫡系，与白浩之间没有仇怨；其次，对于白浩的追杀，他们也几乎没有参与进去。哪怕是最后叛乱时，他们虽冲入巨鬼城，可追杀白小纯的族人里也都没有他们。一切都是嫡系一脉主导，无论是族长还是那些族老，对白浩出手的几乎都是嫡系一脉。所以此刻在这白家内，嫡系与支脉泾渭分明。可以看出，所有的嫡系一脉都被包围在了中间，四周密密麻麻的支脉族人一个个都沉默中冷冷看向嫡系一脉的白家众人。这里面有白家族长，有蔡夫人，有行堂大族老，还有几个族老以及上千族人，一个个都面色苍白，目中露出绝望。他们不是没想过逃走，可天大地大，却没有他们容身之处，且他们与白浩之间的仇怨早已路人皆知。几乎在巨鬼城归来，白小纯崛起的同时，各方势力为了讨好白小纯，就已经盯上了白家。尤其是白小纯被任命为大总管后，他又暗示一番，使得各方势力对于白家的关注更大，甚至明里暗里的将白家四方封锁，除非是白家疯狂突围，否则的话根本就逃不掉。而一旦疯狂突围，那么此事首先并非白家所有人都同意，其次在巨鬼王对于三大家族的处理还没有定下时，他们一旦突围逃走，那就必定被灭门了。并非铁板一块的白家，暗中已分裂，又岂能统一意见？于是这么一拖，也就拖到了如今。且最重要的，白家的那些支脉族老以及族人都很明白，此事必须要给白浩一个交代。若是让嫡系一脉逃了，那么愤怒之下的白浩极有可能将怒意殃及其他支脉。所以，为了自身，为了白家，嫡系一脉也必须要被推出去，熄灭白浩的怒火。此刻，白家一片寂静，四周各个支脉族人沉默中形成的压抑，使得嫡系一脉众人颤抖。这里面还有不少仆从，其中有一个丫鬟，正是当初对白小纯讥讽之人；还有一个老者，是曾对白小纯训斥的管事。几乎每一个人都是曾经对白浩厌恶与欺辱之人。此刻，他们的绝望无助更为强烈，尤其是白家族长，他面色惨白，内心苦涩。之前护城河旁，半神魂爆，使得他半身消失，修为接近崩溃。用了白家底蕴秘宝后，这才重新恢复。可眼下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神色越发狰狞。他的身边，蔡夫人面无血色的站在那里，可时而抬起的头看向远处的目光中，是连恐惧也掩盖不了的其中四海的怨毒之意。若说众人里对白浩最恨的，就是这位蔡夫人了。同样的，此刻最恐惧与绝望的也是他。他怎么也没预料到，白家付出了如此大的代价，最终居然还是败了。而那白浩竟随之时来运转，一步登天。在这整个白家都寂静中，四周的人群里有一个女子。这女子相貌美丽，神色内有一丝不忍的同时，也有复杂，时而抬头看向远处天空。这女子正是武小姐，就算是她，也都想不到白浩居然拥有了如此地位。人群中还有一个老者，隐隐可见，四周支脉的族老都以此人为首。这老者正是法堂大族老，他神色内满是感慨。当初白小纯叛出白家的一幕幕，他闭上眼睛就会浮现在眼前。可惜了我白家真正的麒麟子。老者叹息，他虽是大族老，
可老祖的命令不敢不遵从。他唯独能做的是不参与对白浩的一切出手。就在这时，法堂与刑堂的大族老面色一变，其他族老甚至白家族长也都呼吸急促的瞬间，苍穹上传来轰隆隆的天雷之声，远处黑云覆盖八方，轰鸣而来，气势惊人，杀意充盈天际。来了不知是谁失声开口，整个白家立刻就无限的紧张起来。在这紧张中，他们齐齐抬头，立刻就看到那带着无边黑云，带着惊天气息，在数万魂修的簇拥下，一步步从天空走来的白小纯。白小纯缓缓迈步，他每一步落下，在白家嫡系的族人心中都如同是天雷一般轰在心头，使得所有嫡系族人面上再没有丝毫血色。白家族长身躯颤抖，蔡夫人此刻目中的怨毒也尽皆化作了恐惧。我不喜欢杀人，可有些时候明明不喜欢，但还是要去做，为了自己也好，为了别人也罢，对也好，错也罢。白小纯的声音带着低沉回荡天地。杀！低沉之后，是白小纯抬起的右手，向着下方白家城内被支脉族人团团包围的嫡系一脉蓦然一指。这一指好似一声天雷轰鸣炸开，没有去缩，没有去对话，一切的一切都化作了这一指。一指落，白小纯依旧站在半空中，可他身边的陈海却是猛地眼中杀意惊天而起。遵大总管之命！陈海声音内似蕴含了腥风血雨，声音还在回荡，他的身影已经一步走出，直奔白家而去。他身后的数万修士同样在这一瞬杀机轰然爆发，那数十个元婴魂修，还有随军的炼魂师，所有强者在这一刹那直奔白家。杀戮在这极为突然中，在众人虽有预料，可却没有完全的准备中，如同暴雨一样说来就来。白浩，你这个逆子！白家族长猛地抬头，双眼赤红，发出一声凄厉的嘶吼。他也没想到对方居然如此干脆，不讲丝毫情面，更不在意亲情。要知道自己是他的亲生父亲。他原本是打算双方言辞一番后，他低头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承认了对方还是白家的族人。不管如何，为了白家也好，为了自己也罢，先缓过去，若是以后有机会再想办法报仇。可如今这一切打算全部落空。白小纯的干脆如同一把抬起的刀，狠狠斩下。轰鸣中，随着陈海等人的杀去，一声声凄厉的惨叫、求饶乃至嘶吼的声音不断的传出，落入白小纯的耳中。可白小纯依旧站在半空，抬头看着苍穹，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可如果李天侯又或者白小纯的掌门师兄等人在这里，他们一定会吃惊的看出，白小纯已经与曾经不一样了。他的本性虽没变，但手段及对待一些事情的方式方法却逐渐在改变。地面上，支脉族人一个个沉默，没有去阻止，没有去帮助，只是默默地看着。五小姐也好，法堂大族老也罢，都是如此。中间的嫡系一脉族人凄厉惨叫，那曾经羞辱白小纯的是女丫鬟，此刻绝望中喷出鲜血，胸口被一把利刃直接穿透，还有那位管事也都眼中带着绝望，没有了神采。一个个曾经对白浩羞辱的族人，在这陈海等人的出手下，根本就无法反抗，全部倒下。还有嫡系的族老，那些不管是当初的城外追杀，还是城内出手的族老，此刻绝望中挣扎，可在数倍于己的强势中，一个个都鲜血弥漫，只能大吼中各自冲向天空，化作4道身影，就要逃遁。放箭！陈海冷笑，低喝一声，顿时天空上那数万魂修全部抬头，竟每个人都在身上拿出一把长弓，轰鸣间，数万箭矢似要粉碎苍穹，轰鸣而去。那4个逃遁的族老在绝望的凄厉中魂飞魄散。这一切已然没有让白小纯去看丝毫，他望着苍穹一动不动，直至嫡系一脉死亡的差不多了。那位刑堂大族老惨笑中，被陈海以及2位元婴魂修合力击杀后，此刻嫡系一脉的元婴修士就只剩下了白家族长一人。他看着四周的无数尸体，看着刑堂大族老的惨烈，白家族长颤抖中整个人发狂，仰天嘶吼，不顾伤势，竟化作一道长虹，直奔白小纯而去。逆子，我就算是死，也要与你同归于尽！白家族长的吼声带着癫狂，此刻冲出时，立刻就有大量元婴魂修阻拦。
相互之间在这半空中对轰阵阵。奋死之下，白家族长竟一路杀出，全身鲜血弥漫，眼看距离白小纯只有100丈，他目中带着疯狂，正要继续冲去时，更多的元婴魂修再次杀来。轰轰轰，声响不断的回荡四周，惨烈无比。白家族长鲜血喷出，看着距离自己还有50丈的白小纯，他的身体颤抖，他的生机已经灭绝，胸口凹陷下去，元婴碎灭，目中的神采也都暗淡，已经是油尽灯枯。就算没有继续出手，他也最多再活几个呼吸的时间。可他的疯狂依旧，一步一步向着白小纯走去。让他过来吧！四周元婴魂修恼羞，正要继续出手，白小纯的声音平静的传来，立刻所有人脚步一顿，停了下来。白小纯看向苍穹的目光也慢慢收回，脑海里浮现的白浩死前的身影也慢慢藏在了心底。他低下头，看着此刻颤抖中已然带着疯狂一步步走向自己的白家族长。后悔吗？白浩也是你的血骨之子。白小纯轻声问道。老夫后悔，后悔当年不该让你母亲死得那么干脆，应该将她虐杀而死。更后悔当年你出生后，老夫应该一点点把你给掐死。白家族长已是彻底疯了，回光返照的狂笑起来，目中的光芒却在这笑声中慢慢失去了最后一丝明亮。到了最后，他的笑声还在回荡，可身体却渐渐没有了气息，坠向大地。白家族长气绝身亡。白家支脉族人沉默地看着这一幕，一个个低下头，内心种种思绪都有，不知是复杂还是惆怅。而那广场上，此刻除了满地的尸体外，只有一个人还站在那里，正是蔡夫人。她全身鲜血红遍，身体颤抖，眼中带着浓浓的怨毒，癫笑起来。你母亲是贱人，你是贱种，来啊！你不是恨我吗？杀我啊！我只恨当初派去的人没有将你杀死。他原本是应该很快就被灭去的，可这些出手的元婴魂修都知道，这蔡夫人与白总管之间的仇恨极大，所以这些人都有分寸的，只伤不杀，将其留给了白小纯。白小纯没有去看那歇斯底里的蔡夫人，而是对着陈海淡淡开口：当初这位蔡夫人派来的杀手并非一个，我要这份名单。说完，白小纯迈步一晃，消失在了半空中，出现时已在了白家的一处荒废的院子里。这院子杂草很多，一些孩童的木头玩具落在草丛内，都有腐朽破碎。不远处有一口井，白小纯站在这里，沉默了很久，轻叹一声：老夫人，白浩与你的仇，我作为白浩的师傅，代他报了。白小纯右手抬起一挥，立刻这四周的杂草纷纷消散，那些玩具也都成为了飞灰，尘归尘，土归土。做完这些，白小纯离去了。临走前，他的目光落在吴小姐的身上，吴小姐也抬头望着白小纯，二人目光对望后，白小纯的声音回荡：吴姐，你来做这白家的族长吧。大族老还请辅助我吴姐。法堂大族老感慨地看着白小纯，点了点头，向着武小姐抱拳一拜。很快的，四周的支脉族人似纷纷从那血腥中苏醒，一个个颤抖中拜向武小姐。白小纯走了，白家的千年底蕴一样被他带走。回归聚鬼城的路上，他的心情平静。陈海看了看白小纯，靠近后低声开口：名单已经问出来了，蔡夫人已自尽，麻烦天侯3天后将名单的人头送到我府上。白小纯轻声开口，陈海肃然点了点头。很快的，一行人就回到了聚鬼城。随着归来，有关白小纯灭杀了白家嫡系一脉的事情，也都飞速的传遍整个城池。无数人听到后纷纷吸气，可却没有多少意外，只是内心深处对于白浩的心狠手辣再次深深烙印记忆中。这杀戮如同厉威，使得白小纯在这聚鬼城内声威赫赫，目光所去，可让人瞬间闭口，一声冷哼便可化作天雷，在众人心中扩散。各方势力都立刻明白，从这一刻起，白家嫡系那一条命塑造出了一个属于白总管的格局。王恩浩荡，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就算是天人无常功，修为虽高，可也一样在这一刻被白小纯压下。毕竟他的功对于巨鬼王而言，难以与白小纯相较，被压下也很正常。巨鬼王似乎真的怒了，那目中的神色仿佛是恨铁不成钢一样，怒视白小纯，
似乎若白小纯不把那陈夫人送回去，他就要亲自出手，让白小纯明白做错了事情就要受到惩罚。白小纯心底委屈，暗骂这具鬼王无耻，眼巴巴地站在那里，抬头看着巨鬼王，任凭巨鬼王如何怒火，他也都一动不动。还不去！巨鬼王眼看白小纯如此，再次一拍王椅，低吼起来。白小纯表情悲苦，此刻也不去拍马屁了，而是长叹一声：“王爷放心，此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就没有第三个人知道了。现在外面都在传言是我白浩喜欢他，将那陈夫人抢走，更是逼死了陈家族长，所以没人知道他在您的别院里。”白小纯叹气后，看着巨鬼王，表情里大有一副“你别演戏了，大家谁不知道谁呀”的神情。巨鬼王眼睛再次瞪起，可却有些底气不足。他原本以为这白浩还会如以往一样去拍马屁，然后自己就顺势的默认，可却没想到对方居然直接挑明，尤其是那委屈之意很是强烈。巨鬼王尴尬一笑，也明白此事白浩是在名声上受损了，但无论如何，这么一来就的确是没人知道真相。巨鬼王心下舒坦，心花怒放时，万分赏识的看了眼白小纯，心底越发觉得这白浩顺眼，更觉得这小子办事漂亮，可表面上他还是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罢了罢了，此事下不为例。巨鬼王叹了口气，似有些无奈，摇头开口。白小纯面皮抽动了一下，眼巴巴的继续望着巨鬼王，表情里还是透出那句话：“这里就咱俩，你就别演了。”巨鬼王也看着白小纯，二人大眼瞪小眼。半晌后，巨鬼王更为心虚，咳嗽一声传出话语：“总管这个职位只是虚职，这样吧，本王册封你为巨鬼城监察使。巨鬼城内一切反叛异常迹象，你可以先斩后奏，无人不可查。”巨鬼王袖子一甩，神色肃然起来。白小纯听到这句话，顿时眼睛一亮，这监察使的无人不可查，让他激动起来。若有人反抗怎么办？白小纯不确定的又问了一句。巨鬼王冷笑一声，经历了这一次的叛乱之事后，他对于巨鬼城内几乎所有人都不相信，尤其是此事还涉及到九幽王，更是让他心中早已不悦。此刻目中冷芒一闪，他右手抬起一挥，顿时一把黑色的长枪瞬间幻化出来，直奔白小纯而去。刹那间，如一道黑色的闪电，直接就刺在了白小纯的面前，发出嗡鸣之声。这黑色长枪上赫然有6道经文，这6道经文震撼心神。白小纯看到后，嘴巴张着，眼睛都直了，更是紧接着倒吸口气。炼灵16次，这是本王早年配枪，今日赏赐给你。若有人反抗，以此枪诛之。巨鬼王缓缓开口，声音内带着果断、酷烈与肃杀。又看了看白小纯后，想起白小纯曾经生死危机依旧不放弃自己，又想到如今别院内放着的重宝与美人，于是再次开口：“巨鬼雕像右手上曾经幽冥宫的行宫，就作为你的正式府邸好了。”白小纯胸膛起伏着，双眼闪烁光芒，此刻激动振奋起来。巨鬼王给自己升官，又送至宝，再送行宫，这一切都表明了对方对于自己的作为很满意。白小纯顿时神采奕奕，站直了身体，抱拳大吼一声：“谢王爷！”巨鬼王脸上露出笑容，目中露出赞赏，勉励几句后，向着白小纯使了个眼色，示意他赶紧离去。白小纯知道分寸，明白这老色鬼着急了，于是收起长枪，抱拳离去。可刚要走出王殿大门，白小纯脚步一顿，迟疑后回头看了看王爷，忍不住问了一句：“王爷，您这里有没有18色火的配方啊？”18色火配方，这种配方本王没有，只掌握在地品炼魂师手中。整个蛮荒的地品炼魂师只有3人，地位尊高，就算是本王也不好去抢。巨鬼王看向白小纯，他知道白浩在炼火上有天赋，可关于18色火配方，他没说假话，的确没有。此刻不耐烦的一挥手，身体一步走出，消失在了大殿内。老色鬼！白小纯内心腹诽几句，走出王殿，化作长虹回到了居所后，他将3大家族内搜刮来的财宝取出一部分，送给了陈海与周一星，让他2人分给之前跟随白小纯去3大家族的数万魂修。毕竟这种事情都有功劳，白小纯若连这个都不懂，也就白活了这些年，就不是白小纯了。陈海很是高兴，
周一星也激动不已。很快的，随着那数万魂修人人有份后，对于白小纯这里更是尊敬起来。做完这些，白小纯看了看巨鬼王雕像右手的行宫，迟疑了一下。他身上秘密太多，实在不想距离巨鬼王太近。罢了，那里只是我的行宫而已。我身为巨鬼城大总管，更是监察使，自然不能只有一个居所。白小纯抬起下巴，孤傲的喃喃低语后，摸了摸储物袋，在他储物袋内有10多团15色火。这些15色火，一样都是从3大家族搜刮来的。我虽还无法炼出15色火，可如果有了这些成品，我逆向去推演研究，定可加快时间。且有了15色火，也可以让我的修为突破元婴初期，踏入元婴中期。白小纯想到这里，立刻兴奋不已。可又一想，自己一旦在练元婴，外界必定又是轰动，而眼下整个蛮荒都在寻找自己，总不能因为有人找我，我就眼看着修为可以提高而放弃吧？怕什么？这巨鬼城我是大总管，更是监察使，肩负着寻找白小纯的任务，有什么好怕的？我都找不到白小纯，谁能找到？白小纯纠结一番，狠狠一咬牙，转身直奔密室而去。到了密室，他先是布置阵法，随后展开自己的面具之力，确定无碍后，这才取出龟纹锅，深吸口气，盘膝坐下，元婴瞬间飞出，直奔龟纹锅内。更有15色火飘出，刹那间金光闪耀。与此同时，在那葵黄城内，明黄石碑上处于第1位置的白小纯的名字后面，原本的数字14，在这一刻轰然间爆发出璀璨刺目的金色光芒。这光芒瞬间就扩散八方，轰动整个葵黄城时，很多人目瞪口呆地发现，白小纯名字后的数字赫然变成了15。那白小纯竟再次练元婴，他这是玩命找死啊！不把自己练死不罢休，狠人啊！我已经可以预料了，这白小纯若不死，他就是明皇传承人了。有人神叨叨的预言道，葵黄城的再次轰动，使得巨鬼军团内盘膝打坐的红尘女发出一声狠厉的尖叫，对于白小纯的恨意已经上达碧落下至黄泉。随着葵黄城轰动，很快的，这消息如长了翅膀一样传遍整个蛮荒，寻找白小纯的力度也再次加大。与此同时，蛮荒内的那些天骄也都一个个咬牙切齿，那种感觉如同在脸上被打了一巴掌又一巴掌般。他们蛮荒的石碑居然被一个通天河区域的修士成为榜首，这就让他们抓狂了。这白小纯，我一定要杀了他！别让我找到你，否则的话，必定将你挫骨扬灰！一声声低吼在蛮荒内回荡。而此刻的白小纯，他虽不知外面的情况，可也能猜测出来。睁开眼后，立刻就飞出龟纹锅，赶紧将一切收起，小心翼翼地外出打探一番，他才松了口气。哼哼，想要灭我？你们找得到我再说。内心得意中，白小纯感受自己的修为慢慢又激动起来。他清晰地察觉到自己的体内此刻修为浩瀚如海，元婴中期的强悍远远超出之前的元婴初期，甚至此刻他都有股冲动，想找个半步天人练练手。回到了巨鬼城后，白小纯整理了下在白家低落的情绪。杀人之事他不喜欢，可他用白浩这个身份经历了这一幕幕后，他能感受到白浩内心的憋屈与愤怒，所以他要为白浩做主，要让白浩生前承受的一切化作白家需要付出的代价，所以嫡系一脉被他一直抹去。此刻心情平静下来。在回到了宅子后，白小纯看着面前堆积的那让人眼花缭乱的宝物，他的呼吸也不由得急促起来，双眼渐渐闪动着明亮的光芒。就算他不是个贪财之人，更认为一切都是身外之物，可依旧在面对这对于常人而言10000辈子都无法累积出来的财富时，心脏不争气的咚咚起来。冤魂无数，魂药无数，天人魂一个，还有数不清的炼灵法宝，这一切都让白小纯目光扫过后不断的吸气。而最让他动容的，则是3大家族各自藏着的底蕴秘宝，如那蔡家的灵玉雕像一样，在陈家与白家都有各自的底蕴秘宝。其中陈家的秘宝是一个赤色的玉瓶，这玉瓶内有一滴鲜血，据说可以让冤魂恢复前世记忆，具备灵动，可以成为鬼修一般的存在。这种天才地宝般的奇异存在，整个蛮荒都是凤毛麟角。而按照陈家的准备，此物原本是打算在陈家老祖半神无望寿元断绝前，
以此物转化，成为鬼修，庇护陈家。只不过陈家老祖反叛失败而被关押，以至于一切准备都成虚无。至于白家的底蕴，则是一朵七色莲蓬，其内原本有7颗莲子，如今只剩下了2颗。此物更是神奇，只要活着的人还有一口气在，不管多么重的伤势，哪怕身体残破，可1颗莲子就能让其如重生一般长出新的身体。当初白家族长以及白家老祖那么重的伤势都恢复了，正是因有这莲子在。这3样秘宝，任何一个都足以轰动四方，可见3大家族底蕴之深。3大家族实在是太富有了。白小纯舔着嘴唇，拿着一枚玉简，这里面记录了3大家族的炼火配方，从1色火到17色火，全部都在。只是唯独没有18色火的配方，3大家族他都搜遍了，也没找到。侧面打探后，白小纯也知晓了，3大家族没有18色火配方，甚至都别说这3大家族了，整个蛮荒的炼魂家族内，拥有18色火配方的凤毛麟角。罢了，只能以后再找机会去搜寻了，说不定用白浩的方法，到时我早就推演出来了呢。白小纯深吸口气，看着面前无数的财宝，没有因找不到18色火配方而沮丧，反倒是激动无比。这次真的发达了，我这一辈子怕是也都用不完啊！白小纯高兴的眉飞色舞，手舞足蹈。对于这种抄家的事情，更是深深的喜欢上了。他发现与抄家比较，抢了魂场之事根本就是太渺小了，太没追求了。以后有机会要多多抄家呀！白小纯心下深以为然，但很快他就皱起眉头，内心升起不安。不行，这些财宝太多了，我若是独吞的话，怕是有人会眼红啊！估计巨鬼王也都会不悦白小纯迟疑中，看了看眼前的财宝，衡量一番，立刻有了决断。外物虽好，可小命才是根本。白小纯双目转动，思来想去后，他忽然脑海里浮现出当年自己在长城内遇到的那位城主，想起了城主的一些做法。渐渐的，白小纯双眼一亮，立刻袖子一挥，从眼前这些财宝中取走了一些，赶紧外出。忙碌一番后，在黄昏时，白小纯调整好呼吸，直奔巨鬼王雕像的王殿飞去。很快就到了王殿外，抱拳恭敬一拜，声音传入大殿：“白浩求见王爷。”王殿内一片寂静，白小纯在外等待，直至过了约莫半炷香的时间，才有带着威严的声音低沉的传出：“进来吧。”白小纯内心松了口气，等这半炷香的时间让他觉得很是忐忑，心底不由得嘀咕起来，觉得这具鬼王也实在是太喜欢玩一些帝王心术了。感慨时，不由得很是怀念自己当初拍巨鬼王脑袋的那一幕幕。可惜那种刺激，如今只能埋在心底了。眼下就算是给他1万个胆子，他也不敢再去拍了。眼下听到巨鬼王的传唤，白小纯立刻收起心思，脸上露出屈愤的笑容。快走几步，进入大殿后，一眼就看到了坐在王椅上满是威严的巨鬼王。回来了，这一趟你倒是引出了不小的声势。巨鬼王神色上看不出喜怒，淡淡开口，这话语里的意思也都模棱两可般，让人听不出是夸奖还是不悦。白小纯有些紧张惶惑，他发现这具鬼王自从修为恢复后，实在是太可怕了，总是给他一种若是一句话说错，就会因触怒龙颜而被砍头的感觉。不过对于这样的巨鬼王，白小纯也琢磨出了对付的办法。此刻神色内露出激动，更有亢奋，似乎对巨鬼王很是崇敬的样子。果然如王爷所料，这3大家族的确富得流油啊，冤魂、魂药、法宝，种种物品数不胜数。不过这3大家族也不甘心全部交出，于是先拿出一些来糊弄卑职。可他们不知道啊，卑职去他们那里前可是拜见过王爷的，身上有王恩浩荡四海，如有神助般，一眼就看出了他们的小心思，更是找到了他们的底蕴秘宝。白小纯激昂的开口，一副自己能做到这一切，多亏了巨鬼王的样子。巨鬼王面无表情，只是目中露出一些无奈的古怪，看了白小纯一眼，显然对于白小纯这种马屁已经有了一些抵抗力，不过心中还是很受用的。那陈家和白家就不说了，可蔡家的底蕴秘宝实在是太惊人了。那是一尊灵玉雕像，足有1丈多高，神妙无比，惊天动地啊，霞光满天，灵气扑面而来，在我蛮荒可算极为罕见。白小纯偷偷看了看巨鬼王，一边说着，
还一边露出振奋的表情。刚一取出，方圆1000丈内灵气浓郁至极啊！这可是一个往大了说能传承家族，往小了说足以让人修行加速的至宝啊！白小纯神情夸张，双手伸开似去描绘，那灵玉雕像在他的口中已经变成了天下独一无二之宝。按你这么说，的确是一件不错的宝物。巨鬼王闻言眉头微微一挑，他虽没见过这灵玉雕像，可也听说过类似之物。不过话语时，他依旧面无表情。白小纯一直在小心打量巨鬼王，看到巨鬼王的神态后，白小纯赶紧上前几步，小声开口：“那尊灵玉雕像卑职已经放到内城您的别院里了，您回头可以去慢慢欣赏。”听到白小纯的话，巨鬼王也都愣了一下，目光落在白小纯身上，渐渐脸上露出了笑容。这还是他首次在这王殿内，在白小纯面前如此温和，实在是白小纯的安排，让他很是满意，目中也不由得露出赞赏。这小滑头倒也知道分寸，不但有能力，更不吃独食，而且很会揣摩人的心意。巨鬼王内心暗道，看向白小纯时更为顺眼，似乎又想到了什么。巨鬼王心头一热，干咳道：“对了，本王之前听说那陈家的族长艳福不浅，其夫人可谓是国色天香，更具备少有的腐修体质。”巨鬼王正说到这里，还没等说完，白小纯内心不由暗骂，可脸上却不露丝毫，而是嘿嘿一笑：“王爷，那陈夫人也给您送到别院内了，您回头可以去慢慢欣赏。”巨鬼王听到这句话，立刻一拍王爷的扶手，眼睛瞪着，故作怒意，低喝一声：“放肆！那陈夫人是陈家的族长夫人，本王身为4大天王之一，堂堂半神，岂能做出这种事情？如若传了出去，让天下人如何看待本王？”“白浩，你糊涂！立刻把陈夫人送回去。”可惜不死谷还是没法修炼修为提升，虽让白小纯振奋，觉得自己又强大了一些，可一想到不死谷，他就有些郁闷。3大家族的财宝虽多，但却没有那种能补充生机之物，这就让白小纯叹了口气，忽然很是后悔，当初自己左手永夜伞，右手巨鬼王的时候，应该用永夜伞对巨鬼王几下，这要是吸上几口，一定够自己修炼所用了。可惜啊，时不我待。白小纯长叹一声，赶紧打消自己这危险的念头，琢磨着这若是让巨鬼王知道了，非得扒了自己的皮。此刻摇头，白小纯沉吟一番，只能将此事埋在心底。不死谷先放一放，眼下最重要的是15色火的研究。白小纯明白，修为想要快速提高，只能在多色火上去努力。而那15色火的配方，白小纯已研究好久，还是有很多地方没有明悟。此刻他深吸口气，从储物袋内取出一团15色火，目不转睛地观察时，双眼内露出推演之芒。他准备逆向分析，去研究如何炼制15色火。这种方法可以让他对于15色火的掌握更快，如同是有了参照物后，一切研究也将顺利不少。时间流逝，很快3天过去，白小纯沉浸在对于15色火的研究中，双目内时而露出激动与振奋。虽只是3天，可通过这种方法去推演，白小纯的收获极大。此刻他目光一闪，手中的15色火竟猛地扩散开来。白小纯的双眼露出奇异之芒，仔细观察，甚至不惜毁去15色火，也要去看清其内部多出的这一道颜色是如何与其他14色共存，配合脑海里的配方一一印证后，白小纯心底明悟不少。